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前面2集呢，我们介绍了科伦坡的景点。今天呢，就让我们离开市区，展开新的冒险吧。那在斯里兰卡呢，有一句谚语，就是一生只要来一次卡拉尼亚，就能够洗清你所有的罪孽。那卡拉尼亚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神秘的地方呢？今天就让我来替大家揭秘吧。那其实卡拉尼亚呢，距离市区算是蛮近的，大概只要半个小时的车程。那要到这边的旅客呢，建议大家一定要穿长裤，然后呢，来遮盖我们的双腿，以对于这个圣地的尊重。那我们还观察到了呢，斯里兰卡人呢都会尽量穿全身白衣白裤这样子，透过白色来表示他们对于这个圣洁的圣地的一个尊重信仰。那眼前的这一片静谧呢，其实呢，在过去是暗流涌动的哦。在上一集的结尾呢，我们曾经提到佛陀曾亲自降临到这个地方，背后呢，其实就是关乎于我们前面接下来所看到的这座白色佛塔。那这背后的故事呢，其实源自于过去呢，在这边居住的呢是那迦，也就是龙族。那在当初龙族的大家长呢，他曾经给了他的女儿一个充满着宝石装饰的一个王座，作为他女儿出嫁的这个嫁妆。那在这个公主死后呢，公主的哥哥，也就是掌管海洋的龙王呢，他认为既然妹妹已经不在了，那这个王座呢就应该回归他们的家族。但是呢，公主的儿子呢，也就是掌管山岳的龙王呢，他认为这是他母亲的遗物嘛，因此王座的归属权呢应该属于他的。于是呢，2个龙王呢就为了这个价值连城的王座呢，准备大打出手。就在这个时候呢，天空突然间一瞬间变得漆黑，这个时候突然间狂风大作。龙族的战士呢，即便是英勇无比，但是面对此景呢，这个异象呢，也都显得瑟瑟发抖。就在这个时候呢，佛陀突然间现身于空中，顿时呢光芒万丈，所有人的目光呢也就停留在了佛陀的身上。那佛陀现身之后呢，就询问了龙王们，他们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那龙王呢就很爽快的回答说当然就是为了这个眼前价值连城的宝座啦。佛陀呢又在进一步询问这个王座呢究竟值多少钱？龙王一时之间呢给不出非常准确的回答，但是他回答了这个宝石王座呢是尤其珍贵的。那佛陀呢就再次询问了，那眼前呢这些英勇的龙族战士，他们的生命呢又值多少？那龙王呢就回答，那当然生命呢是无价的嘛。于是呢，佛陀就进一步的阐述到，那我们今天为了一个有价的椅子，要牺牲无价的生命，他就询问龙王这样子的交易是不是划算的？龙王听后呢，就决定要放下眼前这个执着，并将呢宝石王座呢转赠给了佛陀。那如今呢，这个宝石王座呢就被认为呢存放在下这个白色佛塔之下。那我觉得它其实算是一个很美的一个隐喻的一个故事，就是呢，真正的权力呢，其实不源自于我们坐在多高的位置，坐在多 fancy 的椅子上，而是呢，你能放下多少的执着。真正的拥有呢，也不是我们手中握有的东西有多少，而是我们能够 let go， 能够放手下哪些东西。那卡拉尼亚呢，让我觉得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呢，不单纯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发人省心的佛教故事，更包含的是这个佛寺里面的非常多精美的壁画。那当我们一踏进去佛寺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墙壁上的图画风格非常的写实，且真的是栩栩如生。那是跟我们一般来说对于佛寺的壁画的印象其实是蛮不一样的。那这其中的一幅画呢，可以说是斯里兰卡的国宝，那背后呢更是诉说着斯里兰卡背后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缘起的故事，就是马拉公主与丹塔王子护送佛牙的一张图。那这个故事呢，源自于的是一个西元4世纪的大逃亡。故事的背景呢，发生在古印度的杰宁加国。那当时呢，他的邻国呢，对他发起一场战争。目标呢就是要抢夺这个神圣的佛牙舍利。那当时的国王知道自己守不住这个邻国的入侵了，于是呢，他为了不要让佛牙落入到异教徒的手中，就把他的女儿马拉公主叫了过来，交给他一个秘密任务，就是让他带着佛牙逃到斯里兰卡去。那公主呢，跟她的另外一半王子呢，就为了要躲避一系列的这个追兵的攻击，于是呢，他们就伪装成了普通的婆罗门，然后呢，公主就把这个象征佛陀智慧的牙齿
石呢藏在了她浓密的秀发里。因此呢，如果我们大家近距离去看一下这个照片，就会发现公主的头部呢周围散发着一个淡淡的白色光晕。那这其实就是暗示着，虽然说呢公主她装扮成像平民的样子，但是因为佛牙神圣光芒呢是无法被藏住的，于是就从她的发丝散发出了淡淡的白色光芒。那这一路上呢，公主跟王子呢经历过了最后一些的盘查，然后呢从印度的港口搭船出发，然后跨过了大海，最终呢就抵达了斯里兰卡。于是呢，这颗佛牙呢也就成为了后续斯里兰卡王权的一个重要象征。那这也是为什么历代的国王呢，其实在接下来都会看到，他们都会盖非常雄伟的佛牙寺来供奉它。当然，接下来还有更多关于佛牙的故事呢，我们会在日后到其他城市里面的时候，再跟各位解说更多哦。好，那这个寺庙里面，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特色的一个设计。就是呢，它巧妙地透过了斯里兰卡最高峰的这个亚当峰来当做背景，前面呢错位地摆放了这个佛像，来让信徒可以感受到佛陀与他们之间的连接。就它并不是这么如此的缥缈远在天边，它其实呢也可以是一个就在斯里兰卡这个地方，但是呢它同时又是一个高耸入云的一座山上，所以说又可以让人家感受到佛教这个智慧的崇高。我觉得算是一个极具巧思的一个设计啦。好，最后呢，还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吧，就是这也使得这块圣地呢，不单纯是佛教徒的圣地，更是斯里兰卡的圣地。那就是因为呢，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面呢，魔王呢鲁婆那他的弟弟毗毗沙，他就曾经呢不断的要阻止自己的哥哥，不要让自己的哥哥不断的去作恶。那最终呢，罗摩呢打败了魔王之后呢，那这个剩下的王国呢就交给了毗毗沙来管理。那毗毗沙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登基成了新王。好，那以上呢，我们大概讲了非常多关于这个佛寺，关于这个地方为什么之所以呢，对于斯里兰卡人民而言非常重要。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往斯里兰卡的内陆移动一下，让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可爱的大象吧。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的景点呢，叫做大象孤儿院。它成立于1975年，当时的目的呢，就是要去照顾一些受伤并且失去母象的一些小象。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成群的大象，然后在河边嬉戏，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吧，因为它就真的跟我们大家算是非常零距离的这样子。那旅客呢，其实如果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些活动哦。包含呢是可以喂食大象，或者是帮大象洗澡，那进而呢就可以提供大象孤儿院一些金援，来协助更多的大象呢被好好的照顾。那不过说实在的，当下的我其实是有一些挣扎的，因为必须说这些行为都感觉非常的观光化，有一些商业化这样子，所以感觉跟大象孤儿院所标榜的这些精神似乎是有些不一致的。总感觉呢，就是眼前的大象呢，和想象中那种就是在河边里面呢自由玩耍那样子的快乐的大象，感觉也不太一样。然后呢，似乎他们也没有被这么温柔的对待。那不过当然，因为我也不会大象语嘛，所以说无法确定我自己的猜想是不是真的。但无论呢大象孤儿院现在的状况如何，我相信他当时的意图一定是良善的。那我觉得呢，只要确保我们自己的心态是正确的即可。于是呢，就有了接下来呢，我觉得要跟大象们嬉戏、帮大象洗澡的这个有趣的插曲。哦 ，OK， like this。那必须说，大象的皮肤呢，真的是非常的粗糙。然后呢，还有一些零星，它有一些韧性的毛发，就是你碰到，你可以感觉到它真是蛮坚韧的。然后而且甚至有一点刺的。对，那当我们在擦拭它的身体的时候呢，其实跟我想象中的比较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说非常粗糙，然后大象感觉非常大只嘛，就是那个皮肤应该是蛮硬的。那实际上呢，你在摸它的时候发现，其实它的身体实际相对来说是比想象中的更加柔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算是蛮不一样的。
那再来跟大家分享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也都会关注的，那就是大象的鼻子嘛。那大象的鼻子呢，真的必须说，它吐出来的气非常的臭，然后呢，气流是真的非常的强。所以说，当它今天如果鼻子对着你，然后一个吐气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有一股非常强大的气流，然后非常大的臭流，像是有人在你的就是脸前放一个大臭屁一样那种感觉。所以真的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吧。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来体验一下帮大象洗澡的活动的话嘛呢，每天有大概2个时段，第一个是10点到12点，第二个是2点到4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大象们就是成群的跨越马路，然后从大象幼儿园的园区里面，然后一路走到河边来洗澡。说真的，亲眼看到大象们成群的过马路，我觉得算是很震撼且很好笑的一段。那如果说大家也真的打算呢，要来跟大象零距离接触，要帮大象洗澡的话嘛呢，几个建议就是呢，首先一定要准备好干净的衣服来进行替换，然后再来呢，毛巾要准备好，跟非常重要就是湿纸巾了，因为这边呢是没有地方让你盥洗的哦。那大家看眼前的这个河，相信不用我多说，也就知道它绝对不是干净的啦。好，最后呢，我觉得还是回来谈谈大象孤儿院好了，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去网上看，会发现有非常多关于他们的负评。那其实普遍呢，就跟刚刚前面所讲的，就是都认为它有些过于商业化了。那甚至呢，其实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嘛，会发现他们甚至有用翅膀来控制大象的行为，让大象呢，无论在过马路的时候呢，可以比较有在队伍上吧，应该这么说。然后也有许多人强调，也没有非常认真的让大象学习一些技能，让大象有一天可以回到山里。根据我当下的体验，我必须说，网络上面的这些评论，我觉得有些部分真的其实是所言不假的，是事实。但是我觉得也不要让我们这么着急的就对于这个大象孤儿院判下罪行。怎么说呢？因为其实事实上，斯里兰卡人跟大象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复杂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在精神层面上面来说呢，大象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信仰的一环。但事实上是呢，其实新闻上有非常多不少野生大象袭击村落然后损毁庄稼的这些故事。然后呢，他们就会开始去设计非常多的电击网等等的。所以说，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跟这些村落里面的居民呢，其实他们的关系是相对紧张的。甚至呢，有一次就是请司机带我去看在山中的一个佛寺的时候呢，他一听闻到就是旁边的路人跟他说这里面现在有野生的大象，那他就连忙的赶紧把车子掉头，然后跟我说现在那里面其实是不安全的，建议我们现在先不要过去。当然有些人肯定会觉得说，那大象会有这样子入侵村庄的状况呢，不外乎就是因为当地人不断的破坏生态嘛，才会造成这样的行为。但我必须说实在的就是坐想着可能都市便利生活的我们，其实你要去 comment 要去讲这样的话，我觉得说实在我不觉得我们有资格去说这样子的评论。对，因此呢，我觉得关于大象孤儿院呢，其实背后是有非常多的故事呢跟脉络让我们可以去了解的。那我觉得呢，大象孤儿院毕竟它当时的设定是利益良善嘛，那当然还是不外乎会有一些可能商业化的行为，但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其实更多是控制我们以什么样子的立场而做出的行为。那我觉得这可能对我们也是更重要的。那我觉得这可能对于一个观光客来说呢，我觉得是更重要的。那以上呢便是今天的科伦坡的郊区介绍。下一集呢，我们将带大家前去斯里兰卡的佛教圣城，让我们一起在广袤的荒地上探索更多斯里兰卡的神秘故事吧。那如果说你不想要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冒险影片的话呢，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然后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那更多的资讯影片就在今天的频道。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吧，拜拜。